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不会哭别尬哭，追风者高露用一场哭戏就让李沁去打酱油了。追风者是目前最火的一部电视剧，果不其然，央视出品的间谍电视剧再次大热，为电影市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有了《无间》和《潜行者》的前车之鉴，《追风者》也成了央视出品的另一部热门电影，在国内的收视率上也是节节攀升。《追风者》的故事已经不是以前的卧底，也不是现代的时尚，而是一种金融与间谍的结合。从电影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个充满了时代色彩的上海。主角的剧情并不像我们所熟知的那种老特工，而是一条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剧情。魏若来从一个外人慢慢变成了我们在金融界的核心人物，在他的信念引导下，他从一个菜鸟变成了一名优秀的情报人员。《追风者》这部间谍电视剧在紧张的气氛中，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。从开播到现在，故事的发展都很有条理，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故事线交织在一起，到处都是光明与黑暗。王阳、王一博这两个年轻一代的年轻人，展现出了他们各自的独特气质，与年轻一代的金融合作碰撞出了一片崭新的火花。魏若来和沈图南的演技很好，两个人的性格各不相同，魏若来的活泼稚嫩，沈图南的成熟稳重，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李沁、高露两人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李沁、高露联袂助阵，演绎一场另类的演出。沈晋真是沈图南的亲兄弟，他认识了魏若来，把魏若来引上了正轨。沈晋果然现身引领间谍一行，与魏若来结识后，又将财经与间谍两条主线并行发展。沈晋真看似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才女，其实却是我们安插在上海的一名关键情报人员。沈晋真身兼数职，行走在暗潮汹涌的谍报风暴中。高露扮演的苏词典是沈图南的老婆，这个人物性格与沈晋真的不同，所以演出的方式也不同。高露的表现很自然，和王阳在一起的时候，完全看不出任何演戏的迹象，两人的相处轻松而又自然，充满了活力。他的长相和演技都很好，让他和沈图南的这对情侣很有信心。两人的演技很好，眼神也很好。李沁、高露两人在舞台上比拼哭戏，高露的演技被严重低估，一出泪人尽皆知。高露将一位太太的忧虑与忧虑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在沈图南生死不明的情况下，高露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哭泣，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掉，满脸的担心。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苏词典整个人都呆住了，整个人如一根木桩般站在那里。渐渐的，他的目光变得有些茫然，然后他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，他的鼻尖开始泛红，眼泪在他的眼角打转，从难以置信变成了担忧和悲伤。等他们回过神来，爆发出全部的力量，大骂对手是用了什么阴谋诡计。高露被气得双眼冒火，怒吼着，扯着脖子，脸上青筋暴露。说到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在李沁身上，眼中流露出明显的慌乱和担心，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回答。冷静下来后，苏词典开始剖析沈图南为什么会被打成重伤。他说出宋大人之命，回忆起往事，泪水模糊的眼睛变得凶狠而怨毒。他的心情从最初的茫然变成了愤怒，然后理智的分析原因。愤怒的咆哮过后，苏词典耗尽了所有的力量，无力地倒在沈晋真的怀中，虚弱无力的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流了出来，像是断了线的丝线。他虚弱而倔强地咒骂着敌人。高露的担忧、愤怒、痛苦层层叠加，他的演技很好，充满了力量。一场戏里，他的情绪和情绪都丰富了起来，将自己的老婆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同样的一幕，李沁表现出来的情感不足，像是在做梦。沈晋真是沈图南的亲生姐姐，弟弟出事，她应该很难过才对。作为一个卧底，沈晋真经历过很多磨难，磨练出了一颗坚毅的心。在小姨子失控的时候，
他的情感发展余地更大，而不是减少。高露哭得很厉害，时而仰着头，时而低下头，请求安抚，眼泪还在，表情和泪水都在他的控制之下。他的表情和情绪都很丰富，他的动作和力量也很到位。反观李沁，双眼无神，神色平静，就像是一个局外人，除了眼眶有些发红，再无其他情绪，最多皱一下眉头，并没有影响到高露快要晕过去的演技。李沁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情绪也很淡漠，表现得太过苍白。眼看着自己的弟弟就要死了，自己的妻子还在哭泣，他这个做姐姐的自然要流眼泪。李沁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落下一颗眼泪，但他的神情依旧平静，没有一丝波澜。看到沈静真面无表情的表情，还好高露努力了，否则根本感觉不到沈图南身上的伤势有多重。苏慈书与沈静真静待成绩出炉，他的妻子焦急地跺着脚，就像一个迫切需要安抚的小孩，脸上写满了焦急和害怕，紧张地望着自己的姐姐，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他的恐惧和紧张。他还是那副高冷的样子，面无表情。在没有被拍到的时候，他就在等着高露表演，而在对脸时，他就会皱起眉头，反复地模仿他在车里的样子。高露与王阳的相处，就像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摩擦出了火星，带动了气氛。在和李沁对戏的时候，高露不断调动自己的感情，营造出合适的气氛。高露继续从低处唱到高潮，又从高潮降到最低，而李沁饰演的角色则是一脸平静地坐在那里，只是时不时地说上几句话，做几个手势，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王阳、王一博两个人都是贴近自己的人物，一个人的表演很有个性，在对戏里也能摩擦出一些火星。而高露这个人物虽然出场有点迟，但每一场都是亮点，将整个人物都给拉起来，表现得很好。李沁虽然有过几次机会，但无法发挥出他真正的演技，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个稚嫩的外表，有时候会让人忘记自己在演戏，有时候会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，孰强孰弱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接下来就是魏若来与沈静真之间的爱情故事了，不知道和王一博一起出演，会不会把女主的表演能力发挥得更好呢？